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现在是5月的1点40分，凌晨啊，凌晨。这个时候讲鬼故事，他们会过来吗？这时候讲鬼故事应该会比较刺激啊。其实知道你有很多，就是你要讲一些比较 kick 水一点的，因为我知道你以前有去探灵的。以前呢、这个探灵的活动，以前是很多年前，10多年前，那时候我还很单身，那么我们就有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探灵啦。还是很瘦，没有，还是很瘦的时候可以。对，还可以爬山啊，这些我跟我的几个师兄们，always 我们会发现，在天空的某一个角落，总是有一个 orbs， 我们就称之为 orbs， 就是那个很多那个雪白的光圈嘛，也就是说你送进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很多 camera 拍的时候，如果你看不到 camera 拍到，有时候我们做员工啊，以前我早期也是这样子，也是很好奇的。我们做员工啊，我们拿那个digital数码相机一拍哦，它真的是有那个光圈的，而且我们不是在烟那边拍哦，因为烟那拍很自然有那光圈，我们是离旁边一点点拍。它是有光圈的，很奇怪。当然，我们不鼓励人家拍啦，因为真是有光圈。我们以前甚至做测试哦，就是我们点小小的烟供啊，那个烟供粉，我那时候我们拍，我们有拍，没有做之前你拍是这个点烟供的粉一点，我们一做招请就来了。很多，我们特别的是，我们拍到总是有一个拼开了这样子的，那它中间是一个三角形这样子的，但是它呈现的是有5个角，所以我们称之为五角大哥。这五角大哥就好像一个泰国佛牌这样子的一个形状在里面。我们去到哪里呢，它就跟到哪里啊。不同的角度拍，有些时候一个晚上我们去很多不同的，我们拍很多不同的 angle 嘛，你会看到它总是出现在不同的方位，然后它的形状还是一样的。所以是不是守护灵？我们就说应该是我们的守护灵嘛，那个时候我们的守护灵而且他是看到很清楚的，是好像有一个人一个佛像这样子类似的坐在里面的。So by the way，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啦，都是有很多的啦哈，我们不要去打扰他们的生活。但是你们有去探灵的时候，你们有去，我们不要讲玄学啦，你们有看到一些骨头啊还是什么东西吗？我们没有看到任何骨头啦，但是只不过是有一些时候反而在那边的不是那些众生，反而是那些有修行的这种灵啊，然后有一些已经是 upgrade 了的 evolve 去所谓的妖啊魔啊之类的都有，因为有些时候他们需要靠吸取一些弱势的那些灵的 energy， 它靠吸这些 energy 为力量。比如说我们也有去过一个在郊外很有名的基督坟墓做过一个拍摄，以前我们拍到一个影子，那个影子那个是蹲着的，蹲在坟墓的石碑上面，他的脸是面向那个棺木的方向的。所以呢后来我们也从一个老师傅那边得知，其实在墓地呢，最多的不是鬼啊，也就是一些妖魔，他们会靠吸取尸体的湿气来维持。地也是有地嘛，就是墓地的，它就是靠吸取那个尸体的那个气啊，来它的营养，它的维他命它的营养，来靠以这个来生存。那个时候，如果你去了有味道没？应该没有味道，但是就是你看到那个很 exactly， 你放大是一个人的影子蹲在那边这样子的，但是当我们靠近的时候，车架近的时候，没有人的 camera 拍到，但是角落了吗？只是 camera 拍到，有很多时候是肉眼看不到，但是 camera 拍到。我觉得现今的相机应该是拍不到的，我觉得digital是可以拍到的。相机还是可以拍到，要看机缘啊。机缘看刚好那个 angle 你拍到的话就 OK。就是我平常很想问你们要 selfie 吗？就跟我拍一张啊。不要了。我一次我在酒店的时候我跌倒的，我就敲门，然后我讲那么妙色神如来，那么阿弥陀佛，什么盘不啷写到都念就对了啦。然后我想，我今天我来方便几天，然后我收功德回向给你，然后我也打个妄想，你不要跟住我的，结果在厕所跌倒，你是地上滑倒，对，然后我的膝盖就那个重伤。其实我第二次，第一次是我在我朋友家，回到家的时候跌倒，这是我在酒店的时候。朋友家没有拜神吗？没有，那时候我做员工回去，那朋友家，这是在酒店。跟我讲，好了，我回向给你啊。隔天那个黑青都消掉了，很奇怪，都是我都跌倒的，不是跌倒滑去。可是他是要警告你还是什么？你在睡觉的时候我就开着灯，我没有怕啦，但是它有点声音，你知道吗？天花板会啪啪，有时候会那种玻璃的声音啊。有时候要么就是水滴声了对，但是我没有，但是没有漏水，那个pipe就是你一直听到水滴声。一般上人会怕吗？是不是？但是我觉得，你不要弄我要睡觉，然后我就念大悲咒了，念大悲它就没有这声音啊。
我是有点生气啊，有时候我会叫他们滚的。然后他讲这里是我们地盘，我然后我讲我给了800块，OK。我没有叫他滚啊，我讲这个床是我的范围，我活动的范围，床以外的是你活动的范围。我会跟他说好啦，这是我的范围，这是你的范围。其实你也可以看到了，我知道你在酒店没有遇过。其实我觉得我遇到最多的不是在马来西亚，讲酒店来讲，应该是在中国。如果要说的话，当年我去四川潮汕的时候，我们是去住在琴台路。琴台路就是以前诸葛亮摆空城计的那个城啊，然后是古老的街，我就住在一间叫做什么什么花式家酒店，它是4合院，很漂亮的，没有 lift 的，只有打楼梯。以前的4合院，对，很漂亮，很漂亮的。我拿房的时候，他就派我住在楼上最高那一层，第4楼最后一间。我一开房间门的时候，我就看到第4楼不给住咩？我一看到，为什么我一开门，我就看到一个老阿嬷坐在那个床边，穿那个2个板凳的衣服，我也讲穿带装的，然后他是背着我的，然后他的衣服是一叠一叠一叠，那个以前老阿嬷直接穿的花式的，就想 Oh my God， 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 ，OK， 然后就不见掉了。OK， 我就住，我的太太看到我这个反应呢，她都有点吓到，她就怎么了？你看到什么了？为什么你蹲在那边？我就说没事，进去吧。我进去我就好累我第一个事情就是把我所有的那些经书啊，我的东西，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啦，就把全部东西搬出来摆在桌子上面给他看，我有这个东西啊，你不要叫我啊，我没死过啊。那我就点藏香熏，因为那房间的味道有点水汽，那种 up 底的味道啊。As usual， 我们就出去玩了，晚上就回来睡觉了哈。睡觉的时候到凌晨大概4点钟，我是被一股非常臭，好像包洗香这样子的味，比包洗香还要厉害，很臭的味道，臭醒了。哇，怎么这么臭？我老婆怎么这么臭啊？一开眼什么都没有看到，但是有个臭味啊，但是隐约有看到一个老婆婆的身影了，坐在旁边，半醒半睡嘛，因为凌晨4点很好睡的时候，就跟他说你 You better get up from here， 我跟他讲你最好出去，不然呢等下啊我点香啊，或者是我念修持真言啊，把你给 BBQ 掉你就知道。然后我就点香，他就跑了，我又再睡回去，不到10分钟他又再来，那个味道又再来，我又点香他又跑了，多10分钟他又再来，我就在那里臭骂了。当我在臭骂的时候，鸡啼叫了，然后就没有事了，然后我就准备吃早餐，跟好的人说我要换房间，我就换去3楼。同样的晚上，时间一到，他又再来，但是这次又不是阿婆了哦，可能还有其他的uncle auntie比较热闹，就一堆人来，也是一样的东西，我就讲糟糕了，为什么几天都是这样子？后来第3天的时候，那个师傅，因为我们跟师傅去嘛，师傅就要去别的地方了，我就跟师傅，你房间 OK 吗？他讲 OK 没有问题。师傅，我可以跟你换房间吗？我跟好店讲，我要住师傅的那间的房间，师傅的房间 OK 没有问题。但是我住师傅的房间，时间一到还是同样的问题，跟着我跑。我搬了4间房间，他跟着我跑了4间房间。没有师傅，因为师傅走了。哦，没有，我说他前一晚没有向你遭遇咩？你没有啊，全部人都 OK， 只有我。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，我不懂他要什么，我就一直骂。因为以前听人就说破口大骂就可以了，就破口大骂，他还是来。后来啦，就是回来了马来西亚过后，我就想到，因为我一直百思不解这件事情，为什么他这么臭，他跟了我这么多天，我换了4间房间，他还是，就是后来我就想到，可能他是要求东西，我那个时候没做给他，我到现在为止我就很惭愧，我就觉得说我应该那个时候是施食给他们，他们可能需要帮助，应该是那个老婆婆嘛，还是跟你有缘，我觉得他应该是要施食给他，要施食给他，然后给他受利益啊之类的哈，以佛法的方式来做。那个时候因为我还很年少无知，所以就不懂哦，所以到现在我很 regret 啦。So far after that until now 啊，我就没遇过什么奇难杂症啊，说法啊没有啊。但是那个的确是很难忘啦，我去住了4-5天，他就跟着我住4-5天，这是真的是我的亲身体验。那个时候我才20出头啊，那个时候。可是我偶尔会就是好像就是在我的床那边，好像有点像做姐姐，因为我讲算到他们旁边，他们自由活动就好了，就是我的床你不要打扰我就好了，我是这样。我就 better you don't enter my room。哦，是啊。不只是床啊，因为我体型这样大嘛，我前床头滚到床尾，床尾滚到床头，可能很大，占很大的地方啊。说法还好，我觉得讲你去到每个地方，你都做回向给他们，
每次我们要租酒店要进门的时候，你的做法是怎样？我很传统的，我都是敲一下门，开一下门，借住借用啊，借住几天方便几天这样子哦。然后坐下来的时候，我都是会念心经，你不要一下子进去就跟人家来硬的嘛，对不对？念一下心经，回向给这边附近所有的土地灵子，所有的众生，希望他们得大自在，离苦得乐，回向给他们。你不要来干扰我啊，我要好好睡觉，很累哦。就好了。然后当然我们在酒店住，我们出门我们都是有修回我们的功课嘛，有修护法神啊，有修金刚菩萨之类的，所以大致上他都不敢，他都不会来。如果你做了，他弄干扰你呢？说话没有遇过了，说话都是说话，只要做了供了护法过后，都 OK。我还好吧，就是我没有习惯敲门进去酒店，一进就开门。然后有时候会突然看到东西，我会知道哦 ，no， 看到东西是白影飞出来还是什么类似？都有不同的，有时候会还是他们开 party 很热闹，还是怎样？开 party 还没有，但是有时候我会看到他们在里面好像不懂做什么。它是酒店吗？它是角落还是在？我是听说是角落很多，跟电梯旁边。你懂为什么不要住尾房吗？因为我发觉很多到最后那个 corridor 那边啊，他们喜欢藏在那个角落。这个是我个人经验看到的酒店啊，所以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很多人讲什么住酒店不要住尾房。对，因为他们喜欢还有电梯旁边。电梯我是很少看到，但是角落那边我反而可能是电梯旁边是不要住好，有些不喜欢住是因为电梯会叮咚叮咚会吵到他们的可能。一般上酒店啊或者是一个地方哦，3天或者7天没有人住啊，没有人气啊，众生就进去了。对，其实蛮多的。他就进去里面他就住在那边。通常如果我进到去酒店，我都会选择中午的时候早一点去，把那个窗帘全部打开，给太阳晒进来，给它空气流对，我有这样子的习惯。然后有些时候我会带一些小小的那个香粒啊，那种藏香小小个的，我就点哦。不然其实有些时候精油也很好用的啊。你在你的床脚的四边，你点上一滴，其实它也能起净化的作用，因为它也是植物的嘛，普通精油对，就比如说那个桧木的OK 那些，或者是那种 lime 的，其实你涂在那个4个角落哈，其实它就有净化的作用，因为它本来都是有这个功能的嘛，它就起了净化，就是能 clear 掉那些 negative 的磁场，因为不同的人睡在这张床嘛，我们不知道是谁睡过嘛，你也不知道这张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嘛，所以 better 净化掉它。通常有些时候，如果我有带一些水，我带一些喷雾，我都会 spray 一下。我是比较西方，我会撒一点盐。可是这个盐，你不可能带盐去酒店撒。酒店有盐的嘛？你可以去问他们，有时候他们有 salt and pepper 很小的一个 salt and pepper， 那叫你撒在你地上啊。其实那个盐我是有念做啊，然后我是撒在床，然后床脚旁边，就是不要给他们。对，其实白芥子都可以。白芥子哦，驱魔嘛，拿了撒了嘛，你一点点一个意思，你撒出去的时候水很少嘛，但是你观想如雨般加持。一个时期哦，我一直收白芥子，什么来的？白芥子是一粒粒黄色的，那个菜心的种子，芥子，那个辟邪很好用的。经典有讲，你有自己试过？他们是念准提咒，念那个白芥子，然后撒啊。当然，你要念大悲咒也是可以撒。上次我有讲过一个很搞笑的东西，然后你还嘲讽我，就是我讲我去到5星级酒店比较少，相对来讲那种比较旧的，然后又3星级以下的，让我比较多一点。可是我也有在5星级遇过，但是比较少，几率 probability 是比较。但是一遇到的就是很凶的。5星级不是比较 high class 的呢？你遇到，你说少遇到嘛？但是一遇到就是比较有 level 的。它比较高点的，它的阶位灵位比较高。我有一个朋友做 hotel 的，他是在兰高威的某酒店他是做 district 的 GM 嘛，说兰高威的某一个酒店的某一个总统套房是不能出租的，它里面有所谓的拿督或者是那个拿督是住在里面的，所以他们每一天的 lunch 或者是 salad 的星期四的他就要煮黄姜饭西瓜面之类的，放在那个房间供的。那个房间是不能住的，不是人，是非人。你不是讲有收人就是那个非人？你刚才讲了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人呢。然后他们还会要求什么？可是谁跟他沟通？然后他们请当地的一些巫师跟他沟通，已经达成协议了，所以就每一个星期的 selected date 他们就要供食物黄姜饭之类的，就有人会送进去。这样他主要是守护灵还是
一个还是他认为他的地方就是他的。他的地方可能那个酒店，maybe 他也有帮助，我们不知道嘛，对不对？maybe 他有帮助守护这个酒店，他是什么样我们不知道，但是起码他是那个 I'm the owner here。这个让我想起我在新加坡住一个5星级，里面就是有一个很猛的女领，然后最搞笑就是我一进去。那个酒店好几个房，我换了第4间，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他们不要跟我换，然后他就讲你不能再换了，因为我们酒店满了。我就想，肯定是觉得我麻烦啦，然后我们逼不得已就是要 stuck 在那边，然后结果我知道里面有，可是我一直看不到他。原来你懂他做什么，他要上我的身，然后他弹出来的时候我讲。你会做梦，他会讲，哎呦，这么的，我上不了你的身，你上不了，不要再刷，就是 stop trying。我有这个经验，是不是？我不是鬼，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山神。有一次我去缅甸，我去朝圣，我印象中我去朝圣了哦。你知道缅甸不是有2个石头金色的，然后我们去那边做一个祈祷，做很多功德，也诵经。然后我们租的酒店是附近罢了，但是我住的地方是地下室，酒店的地下室，然后只有我一个人住罢了。然后你一打开门哦，它只有一盏灯罢了的，就是以前茅房那种一盏黄色的灯罢了。过后还有冷哦不要紧，然后我洗澡，然后我去买缅甸的他们穿那种裙我就穿着那个对沙龙，我就穿着沙龙来睡觉咯。然后睡觉的时候我已经很累了那天，过后有一个影子，它是一个獠牙。哇，你真的看到啊？看到在梦里面不是我看到，我在梦里面，他一直撞我的嘛。撞你？他一直撞我，然后我讲，喂，你不要撞我嘞。那我又不怕哦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怕。我想回去哦，真的是有点毛骨悚然，很割裂的。然后一撞我，我想回去，他撞我，我讲你不要撞我嘞，我就哦妈你把门轰嘛呢，他又在撞我。我讲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又在撞我。我讲。我就念你老板啊，你不要撞我。他老板是谁？我的地藏菩萨嘛，地藏不是他管那些地方的东西嘛，鬼王那些嘛，或者监牢地神可能是他们的属下还是什么嘛。OK。然后我讲，我就念你老板哦，一直在撞我地藏菩萨哦。过后我就心想，好啦，我又学人言咒嘛，我讲南无萨坦多苏德多耶和那什么什么的，念的差不多讲，他又在撞我了嘛。哇，然后我就想，诶，我们应该要对佛法跟咒有信心，我就念大悲咒。南无恒那丹那，他跑掉了我。我讲，诶，你过来嘞！恒那丹那多拉呀呀，诶，没有了，他跑掉了，已经没有再撞我了。过后我就睡到第2天，我再想回去哦，原来我们回向的时候哦，我们忘记他，我没有回向给当地那山里面的山神啊、山精啊这些，因为他的地方嘛，就好像你来我的地方。你要讲的是吗？没有，可能我们遗漏掉了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很匆忙。隔天我们早着急了哈。我们再去回那个地方，再念心经、念大悲咒、诵经，再回向给那边的山神。隔天我们还是睡别个地方，但是不是睡在那个山的底那个酒店，睡别个地方就没有个事情发生了。哇，很神奇。当时为什么我也不怕啊？我回想一下，也可能有法在吧。我们相信佛菩萨在嘛，没有那个畏惧感然后我们又时时只是忘记他罢了还给一个提醒。医生都是有脾气的哦。他有脾气。有的，他们有 character 啊。马上师兄，菩萨来了，但是你要安抚。比如说我们去到，比如说海边啊，去那个地方你一定要祈请当地的地头蛇，对，护法善神也好，或者是地神母也好，什么都好，你要祈请他来。同享这个功德，你也跟他讲我来这边做什么，因为有时候他们会怕的嘛，因为你招请来是大护法来哦，他们突然间整个军队过来，他们会怕，所以你要先安抚先，然后先这个是这一支香是供养这边啊地方善神，你再来做施食做员工。然后之前还是很多鬼故事的。对，现在才知道。第2次就是我们去那个哪里，去那南巴山哦。我们倒不如说是走山，所以它的地形是很容易走的。可是有点奇怪的地方就是，不懂为什么断断续续一直你上Google去南巴山，我们去那个山那边去做，我还以为那个山有点邪门，我不觉得那个河有点邪门，结果调反了，原来是河比较邪门的。那个山比较平静，怎么感觉好像没什么？你为什么觉得那个河会比较邪门？我不知道，那天我去那条河哦，因为那时候也是跟我讲，之前是有淹水的嘛。那我们当天是吃饱了的，吃饱然后可能我不懂我要呕的嘛。其实你全程都在想呕啊？其实我看不出，我是假装很震惊罢了，真的，但是我真的要呕，我不懂是坐在车上会抖还是，过我就赶快
布好它。但是有一个很奇怪，我的感觉啦，当天的感觉，我又不敢在影片中讲得很玄嘛。你一点烟哦，点那个是烟罢了啊，你就平静下来哦，你那个的感觉就没有了。然后你还记得吗？我们当天做完了哦，下毛毛雨。有下那个毛毛雨，我们包括我们去槟城那个桥底下做完了过后啊，下甘露雨，下毛毛雨。那时候的槟城那个桥底也是很不可思议的。那边的观众啊，他们有去看的嘛？槟城有1个星期、2个星期没有下雨，过我们做完不是下毛毛雨嘛？我们还担心那个重庆打来那个小孩子啊，对啊，回去说看彩虹。所以如果我觉得一个人有不要讲修行那么高尚啦，我们讲一个人他有在做功课，他相信三宝。然后他一直在持续下去，去 practice 啊都好，他不管去哪里，那个地方都是吉祥的。其实再不然就是好像 common sense 哦，因为我根本就不会这些东西嘛。然后我其实去到很多地方探灵的时候，我会好像先求当地的，可能那些你可以求奶奶啊，那些你不是啊，对，就是有很多那种山神之类的，然后再不然我叫他们拿豆啊，还是地土神啊之类的，这个是 common sense 啊。你去到别人的地盘，你只要打一声招呼吗？我想问你，你看到奶奶啊，你是看到形象的吗？有一些是看到形象，他们是讲矮还是怎样？还是各种各样的小孩子，就是不一样身高。我听说土地公是小孩子哦，山神是很高，就是高到哦，就是我颈快要拉断这样子，都看不到了。南巴山就是梦到山神啊，6点多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开拍是要11点早上，他早上6点多还是在我前面，我才记得他穿什么衣服嘞，红蓝这格子的，好像那种野人，你知道吗？獠牙。然后他看住我，然后我讲我没有忘记你啊，我会去的，11点。你懂啊 ？Thanks to you 哦，其实我那个房间哦，就是有女灵在，然后她就站住那边，然后我就想算了哦，因为我不是住后面那个尾房，但我看了每一个房间，我就觉得 Oh my God， 就是因为你还记得嘛，我们要去什么？你在那个民宿里面，就是帮忙超多人，然后那个女人就坐在那边等了一整晚，在我房间，我等你做，就是做布施。对呀，然后我就想，我真是很大哈！我去了这样多次哦，很想我们那天去到那时候啊，李莎先进去，然后我们先拿行李，我讲，喂，他就这样子不指什么东西，一直指着我讲，我骂他们，怎么你只是他在指着空气，就觉得很怪吗？我讲，他讲有小孩子，然后我就听了有小孩子，喂，我就很兴奋哦，我就叫阿哥去拿那个米还有香啊，我们还做一场那个模式。其实前面有很多是没有拍到镜头的，其实前面很多。小孩子很多的，你跟我讲小孩子很多啦，但是我们已经开始不只是小孩子，其他的当地好像收到风我要拨风了，然后我那时候真是要倒回 open house 嚟啊。结果那个女灵就在我房间里面等我，讲不用紧，然后你等她，然后我讲你不要赶叫我就好。其实那一天那个 Airbnb 啊，那个英灵啊，那个小孩子啊，其实有感觉的嘞。其实我也是不大相信那种感觉的，因为我们你每次好像跟我都有感觉。不知道，因为我本身没有，我只是最近才有一点好像颠倒样子，我不知道啦。但是那天就是体验过了，原来是这样子的感觉。你那时候体验什么？他就跟电流那样子，你跟我讲他，我还要讲，他是不是坐那边？你讲他，我一讲完坐在那边，你就感觉到电流那样子的，真的啊？是你讲坐在我这边嘛，然后我讲，要不要解脱啊？你讲他点头 ，OK 哦，我们就念不动佛心咒啊，念10，我就问你为什么不要走？我讲那很好，你不要走啊，你叫你的那一班小朋友，你所看到，你叫他们过来。到时候我们在后巷，然后他就堵拦的。对，因为我就在那个什么厨房旁边那个。为什么我不怕呢？因为我看不到，所以我不是怕，我是就是很 annoy， 就是觉得很烦。然后我就弄他，我就讲很多，我都下很多的，书很多。原来你是有感觉，你都没有说。因为我们不说，是因为我们佛教徒，你说一下就是很玄我们不 emphasize 但是有时候，所以你们都是有感觉。如果有那种什么灵异的这种思路哦，我们多多少少要讲一点点啦，因为真的是亲身体验过的，不打妄语的，真的亲身体验过。然后过后你还记得吗？我们说完10的时候，雨就停了，然后前面是黑云，后面那个是突然间出大太阳了。是我记得了，就是前面。那个房子前面是没有雨的，后面罢了。云啊，后面下雨过后倒回来，我还问你怎么这样奇怪？是，你看我前面房。当时我们做10跟员工我们做10员工。
我还没有想这么多啊。找一次啊，我们两个一样啊，做同样的东西啊，看看那个 impact 会是怎样。哇，你不要们不要来搞不知道会不会我，地震的。哎你们不要来搞我好大家吗？去营顶啊！我们一起做蒙城诗诗，都去大家去营顶。我们一起做蒙城诗诗，你们敲我们两个一起破第一哎，整敲完你们一定要敲完，这样子望向后面的。玩笑。我这样子听传说中的。其实，在营地我们做很多厂员工的，但你是在哪里做？我们有在山腰、山底跟山上。你要去酒店旁边。酒店旁边，我们是在外围，做，因为那时候我们还在有带师傅去做啦。然后有时候我们会个人去做，为什么我们不要在里面做呢？我们那时候带很多人去，也是为了安全，所以我们就没有那边做员工，因为那边你要知道。云顶是比较多人，然后你什么人来你比较敏感啊，比较敏感一点，对，然后你只能 privately 就是私底下这样子做啊，我们是在有庙的地方打做工啊才做过来的，因为毕竟人家地方我们来那种赶着吃，去人家楼下这样子，lobby 下面对面去，所以做了我觉得还好。哇，你之前没有什么感受，当然还好啊。对，啊，大家就听了蛮多灵异故事，谢谢。我们保留一些留给下一集再说。对了，下一集就等我下次回来买下吧。可是还是希望大家多修福报，广种福田，阿弥陀佛。Thank you。